一起黄衣小哥笑，有人指使外卖来，你希望外卖来得快一点，更快一点吗？外卖小哥把速度拧到了最大，哪怕现在的电动自行车有速度限制，他们也有办法轻松解除。其实不光外卖员，对于电动自行车技术上的限速多数人都想破解。就这样，一场潜规则变成了众所周知的明规则。限速和解除，安全和需求，似乎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在北京西城某销售门店能提供解码服务，是营销人员最大的卖点。记者此前在走访调查时，该店工作人员特意向其推荐了一款车，买车后不用半小时就能解除原有速度限制，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左右。作为销售人员，他们当然十分清楚此前的新国标是什么，速度上限是每小时25公里，电机的功率要低于400瓦，电池电压不能超过48伏。这一强制性的标准显然已成一纸空文。不光这家门店，在北京的其他销售门店，只要顾客有提速的需求，店里都能免费提供解码服务。所以这不是个例，而是普遍现象。不少销售门店的店主明确表示，按照要求，各品牌的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时速都限定在了25公里内，而且在骑行的时候一旦速度超过15公里，还会发出刺耳的警报声。对骑行者来说，龟速骑行本就不爽，对于警报提示更是深恶痛绝。这样一来，解除速度限制就成了刚需，对门店来说，这也成为他们的一项销售亮点。工作人员表示，车子解码后不但速度提升，讨人嫌的警报提示也没有了，而且解码的速度很快，往往几分钟就能弄好。很多新购车的用户还没有骑出去就会提出解码。除了销售门店，大量的维修门店也有解码方法，这些维修人员的解码速度更快，看起来就是一串电动车钥匙，插进充电口随便弄几下，几十秒的时间就能让车速突破限制。电动车为何慢不下来？有的车主解码，有的车主剪掉车上的某段线，还有的安装控制器，不但能解除限制，还能调档提速。在网上，不少门店都在专门销售解码器或控制器，而且这种设备是通用的，可以用于不同品牌的电动自行车。这些产品的售价普遍在110元到140元之间，而且店主都表示，限制解除后速度最慢也能达到35公里左右。解码产品本身属于违规工具，所以这类设备在网上销售时也会改头换面，表面上看都是以防盗或者报警设备来遮掩的。消费者购买下单后店家才会把解码使用教程发送给买家。不同门店的产品也有区别，有些产品速度提升不明显，只能达到30公里左右，而且车子在提速后依然有警报提示，需要剪掉特定的电线才行。还有的产品效果更好，而且解码后还能分档位，通过换挡可实现不同的速度。有购买者表示，换挡后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。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，都能看出解除限制对消费者来说是刚需。而对外卖员来说，他们当然可以按照限速25公里行驶，可用不了多长时间，那些跑得慢的外卖员就会被这套系统淘汰掉，而留下来的外卖员速度只能是越来越快。所以说，表面看是外卖员在解除速度限制，可实际上是整套体系在倒逼着他们不得不这样去做。真正在提速的是控制着这套体系的人。毕竟每个人都不愿意把时间卡得死死的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打破时间平衡。不光是城市里的上班族有时间需求，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对于限速也不满意。一位居住在邢台的家庭主妇表示，她每天要送孩子上学，而后再到附近的工地打工，车子的速度如果被限定，她时间上根本赶不过来，哪怕是提速到30到40公里，时间也才勉强够用。所以说呢，不是公众不想慢下来，也不是人们不知道高速行驶的隐患，而是需求迫使人们不得不这么去做。每年大量的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，多数都是因超速、闯红灯或者是逆行等因素导致的，但生命危险也挡不住大家旺盛的提速需求。哪怕是从源头来看，各大车企依然还保留着可解码的后门。业内人士表示，技术上不但可以做到限速，而且也能彻底封堵住解码的可能。但如果这么做了，一些电动自行车品牌就要失去市场了。为了竞争，那些知名度不高的品牌，速度就是他们的卖点。这样一来，也倒逼了大品牌不得不留下后门，以便保住自己的市场。不过，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，即便大的品牌也能解码提速，但在外卖、跑腿等需求旺盛的市场，大品牌的速度还是干不过小的品牌。
这就意味着对速度的要求不是在技术层面，而是在社会需求层面的。从个体的角度去看呢，所有人都在竞争，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就是内卷。竞争的本质就是速度和效率，别人都快了，而你很慢，这就有可能会被社会淘汰。40多年来，我们的社会一直在高速发展，当年还喊出过时间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快和高效成了社会的主流，各行各业都在加快速度，事实上就把所有人跟提速绑定在一起了。所以呢，提速与否，这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社会整体意识和观念的问题。至于单纯从技术上限速，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提出限速观点的人群还会招致大众的冷嘲热讽。诚然，大众也都知道电动自行车提速后的隐患风险，但快节奏的社会逼迫着人们不得不这么去做。而要想真正解决电动自行车的速度问题，可不仅仅是一线了之的。只有知道大众的需求是什么，给快节奏的社会减速、踩刹车、解码提速的现象，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